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带父母出行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因为这是我经历过2、3次带着我妈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希望分享给大家，大家过好愉快的这个假期生活。其中有一些需要注意避坑的点，还有一些可能是需要你随机发挥的一些项目，所以列出来这个表给大家参考一下。带父母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年轻人，我去那个小宇宙上搜了一下，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个一提到这个话题，就觉得是一个甜蜜的负担。我可以说是60%到70%的认同，因为在这个期间，你担当的一个角色需要随时切换，就感觉就是不停的在想事情、处理事情，所以在这个期间，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分享一些小 tips，你怎么在这个期间 maintain 你的一个正常的精神状态，然后又会又不会就是对这个继续下一次的旅行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带父母出去旅行的这个，是一个必修课，请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安排起来，带他们出去看一看，走一走。我现在目前还仅仅挑战到国内，国外的我还没安排快来，但是我超级想带，我爸妈去那个泰国和那个越南，因为我爸是那个面条重度爱好者，因为我爸这边是那个面条重度爱好者，所以我觉得泰国那个 Pad Thai 一定要领他去尝一下。但是我这个带父母出去旅行哈，应该再 be specific 一点，就是带东北父母出去旅行，因为他们这个观念啊和这个吃饭饮食习惯真的是很难一时间去让他们就是做到入乡随俗的那种地，因为他们的口味真的很难改变，而且可能是年龄的问题吧，他们也很少可以接受就是那种新鲜的，就是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处理饮食的办法，或者是一些新奇的菜。我不敢，我非常喜欢吃印度菜，但是我不敢挑战带他们去那种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不爱吃。所以这个第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这个饮食的问题。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出行之前做好这个计划的问题。你要计划到多么详细的一个步骤？计划呢，就是我在国内安排的，我基本上就是给他们安排到往返的程度。然后期间呢，就是每一段，就是比如说我飞到了，大家都在云南昆明集合，但期间是怎么继续往下 plan 走呢？我自己是会有一个就是路线的安排，但是那个我也会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应该是不会晓得，所以你这个路线的安排，如果两种方式，一个是跟团走，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自己安排。如果你自己安排的话，会走一些你们自己喜欢的线路，不会浪费很多时间。但是你要是跟父母一起走呢，我觉得他们还是更，反正据我调查下来的吧，他们还是更 prefer 那种老年人的那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那种团，因为他们觉得在那种大巴上不用他们操心，而且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对那个景点的概念哈，并不是有很强的，我一定要去这儿，我一定要去那儿，就是他们啊，给一些这个景点大概很有名就行了，我不需要就是特别要去哪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父母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特别想那个呃观察的地方情况下，还是建议跟父母报一个这种团儿，虽然就是到处绕，可能没有你自己想去的一些景点，但是你操的心会减少，因为中途这个路途上这不用你操心。吃饭的时候呢，现在的旅行团呢应该都会安排一些，就是比如说
管理早餐呐、没有晚餐的之类，到时候你们就可以自己出去吃，这种也是很那个安排的很 flexible， 很自由程度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就是觉得这个团餐基本上没有想吃的，而且还想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些特殊的 requirement 都可以和这个旅行社提出来。所以我觉得安排跟父母一起旅游呢，可以选择，如果时间比较紧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单独的时间 plan 这个路线呐、什么的，还有你自己想要去的地方的话，你可以选择 A，就是自己 plan 这个旅程。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没有时间安排这些东西，然后还想带他们出去玩，时间比较紧促，就选择 B，就是这个旅行社这个套餐。这个是出行之前怎么一个安排。下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这个要安排这个旅程？有的时候可能父母觉得，哎呀，在家挺好的，出去旅游还是浪费钱什么的，然后又要到处折腾。我觉得这个就要尽量给他们洗脑了，就是看看祖国的山山水水，去一些和我们平时住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去感受一下这个，就去 people watching， 看一下别人都是怎么活的，了解一下。然后吃当地小吃，也没有什么特别，我一定要去这儿，也一定要去那儿，没有这些特别的 requirement，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旅行，也没有什么特别叫那种叫什么特种兵式的旅行，不需要那种。所以这个洗脑工作要做好，就是预期也要设置好。在这个期间带他们出来呢，我一般是选那种饭店的时候，可能老一辈无产阶级都是觉得会花钱呐、什么的，但是我一般都是选那种去了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当地的特色的饮食啊什么的。但是 again， 作为东北的父母，可能就是你要随时随刻考虑到他们这个饮食的一个口味，所以这个是吃饭这块儿，食这块儿。行这块儿，刚才我们已经安排了，要不就你自己铺路线，不用精确到每个那个车票都买，区间车都买好，就来回的先给安排起来，大概的路线。然后，特别是如果是自驾游的话，那种小伙伴那就是很厉害了。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去像地域地貌比较复杂的地方，像新疆啊，或者是云南这个地方，我都不太建议自驾，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地域非常，即使当地的老司机，可能开起来都觉得有一点儿，有的时候都是可能会走错路啊，或者是有一点山坡崎岖，特别是在那个天气非常恶劣的状况下，所以是这个地貌比较复杂的地方，还是不太建议带父母这种自驾，还是找一个那种或者是你找一个当地的团儿，到那儿报一个当地的团儿，有那种小的 VIP 的一个包车的那种，或者是你找那种大型的20几个人那种团。现在团的 size 也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求去精细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吧。食和行这块儿，衣服呢，衣服这个平时带出去那些，薄的厚的都要带全，有的时候也不用带很多，到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当地比较缺什么样的衣服，就直接奔着优衣库就去了，就是这个些衣食住的呢，我觉得跟父母一起走这块儿，还是要选一些睡的评价好的一些酒店呐、或者是民宿，因为我平时喜欢出去，我这种如果是家庭式出去，我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民宿。一般我不是住的地方民宿，一个我就是在携程，因为我觉得这种大平台还是有一些保障性的。那个木鸟民宿我也用过，因为你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个 review 嘛，可以看看其他人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对这个房子，而且我对这个房子里边的一些设施的要求都可以仔细在那个表上查看一下。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是在买房子，但是每一个地方可以安排一些不同风格的吧。住民宿，比如说今天这个是摩洛哥风格，明天就是 ins 风格，每一个大概我就安排3到4天，要不然折腾太频了，他们也受不了。这个也就是自己安排行程的一个好处，可以体验各种住各人家的
房子，但是旅行社可能住的，我觉得就是相对比较 low 了。所以住民宿这块儿，你有的时候筛选的时候要注意哈，筛选的时候就是要容纳2到3个人，或者是有2个 bedroom， 有2个卧室。然后我一般还会看这家有没有那个厨具，因为有的时候就早餐嘛，忙忙叨叨的，就可能就在家吃，也是一个省钱的小办法。所以这个是住的地方，我 prefer 民宿。在国外我也是经常去选择，就是默认的去选择 Airbnb，而不是酒店。这个可能是推荐大家去尝试的一块。接下来我说一下，就是你在这个旅途中大概是会扮演一些什么角色，比如说保姆，这个应该是会扮演，每次都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落东西，最后一个回去检查。司机就安排路线呗，打车啦，平时滴滴打车啦，plan 这个路线怎么去从这儿去那儿了。然后是订餐员儿，一般我很少叫外卖，基本上就是出去吃，或者是随便前一天买点水果，早上就在家吃了。餐饮员儿，而且这个吃的这个，我觉得你要放额外的20%在这块，选一选好的，适合父母口味的菜品。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精神管理员，就是在这个旅途上，有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很累，怨气很大，可能有的时候，所以你也要管理好周遭的一些精神寄托，就是一些精神辅助。这是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所以这个身兼数职，因为你在这几个不停的切换嘛，还是要给自己放一个，就是在这个旅游的期间哈，一般我建议安排在2周左右，这个往返这个一趟这个时间。但是 depends 你去哪儿，如果你要是出国的话，可能再稍微长一点。我觉得国内2周应该是刚刚好。然后这一系列的安排下来呢，因为你要不停的切换，所以你要保证自己的精神头哈是在线的。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2周期间呢，你也可以1周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让他们自己在家待着，或者是他们自己想去哪个地方，就什么随便找公园啊，让那个滴滴师傅给他们送去，出来给你打电话，然后你再安排他们送回酒店，就是远程遥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你自己去一些想去的地方啊，然后这2周期间拿出来小半天，安排一个给自己放假的期间，然后让他们自己出去玩耍，你们晚上再汇合。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可以长久，就是可持续发展计划，要把自己的精神状态maintain好，然后放空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去继续接下来的旅程。这个也是一个如果你跟团走的话，可能是需要自己去管理这块，想办法把这个时间给自己腾出来。自己出去计划呢，可能是这块安排的可以有一些 flexible 的余地。一个就是你还要给他们充当摄影师的角色，一定会让你照好多相。而且特别是出去跟任何人出去吧，现在大家都喜欢拍照，到每一个地方都要拍照，拍了好几千张照片，可能回来看都不看一眼。但是拍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激化矛盾，你给我拍的不美，你把我拍的又丑，反正就是大家这一块拍照这块会引起很大矛盾。但是这个也要是提前做好那个心理预期啊，就要给他们建设好因为拍照这块，你如果是想让别人帮你拍的更好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个例子，或者是给他一个样图啊，我就要这个角度拍，或者是你告诉人家啊，我就想抓拍，你就不停的拍我，然后我从中间选一个自己的造型还是不错的，然后其他的我都删掉，给别人一个例子去参考，这样是就是会 maintain 互相的，就是这个预期值，这个会一个全程旅行下来会更就是融洽一些。对这个拍照这块，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下吧，这个衣食住行啊这几个方面都要考虑到。第2个就是你要选好自己的方案，是自己出行还是走旅行社的方案。
都可以。然后第三个是在这个一套下来，你要是一个人身份数职，保姆、司机、餐员、精神管理员，还有摄影师，同时你要给，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保持好自己的精神状态，在这个一段区间、一个时间段的旅行呢，给自己每周可以放半天假，调整一下精神状态。然后第五个呢，就是一定要珍惜这种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机会，尽可量的那个和睦相处，然后完成这段旅程，将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回忆。每当你回想起来，这个是第六个，是一定要 try to enjoy， 就是不管是之前啊、之中啊、之后啊，都要有尽最大的可能去 enjoy 这段时间和父母相处。然后最后一个呢，就可能是期待下一回，就是看看他们这一次对这个地方的一个 review， 看下一回可以安排带他们去哪个地方，可以计划起来。就是如果在这回就是觉得他们对这种走平地的小城市的地方很感兴趣，或者是他们非常喜欢这种山林远足徒步的这种感觉，下一次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多安排一些类似的这个景点，所以期待下一次的旅行。还有我找了几个出去玩的地方的推荐哈，北疆都来臭溜够了这个是新疆，我觉得新疆这个地方可以而且地广人稀，非常出片。淡季的时候，反正地很广，那个地貌也是非常复杂，我很推荐这个地方带父母去。成都这个地方，一大堆美食来袭，这个东北的父母应该很喜欢，因为口味毕竟相近。西安目前我还没有去过，桂林也是在我的 list 上。对，桂林的米粉，青岛这个地方很适合慢生活、慢旅游的这个是挺适合海边城市，非常 ease，非常 chill everybody。大理，我大理是跟我妈一起去的，特别是那个双廊古镇，非常推荐。但是它那个地貌又很奇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绕着那个湖来走，所以很多小地方可以去。苏州，景德镇说是适合带父母去自驾游。这个就是我知道现在很多那个数字游民都喜欢往景德镇跑，可能那边的风景也不错吧。那个海南那边我是没有在我的计划之内就去带什么 popular 的那个叫什么三亚，什么万宁，这个我都没有想过，带他们去。云南那边云南我感觉到处都是宝，云南还有那个西双版纳、芒市都是可以的。所以这里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新疆，首要推荐新疆，然后第二个是带父母去成都吧，然后第三个可以去选择云南看看，大概就是这样了。你有没有什么想安利给其他小伙伴的城市？互相安利一下，maybe 下一个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你们安利的。